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个台湾本土非常精彩的案例。这故事是关于绿色能源跟生态保育，两个听起来完全就是死对头的目标，他们是怎么从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最后竟然走出了一条共存共荣的双赢道路。这个故事的地点就在我们都很熟悉的嘉义的布袋盐田。好，那一开始，我想先抛出一个大哉问，让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当一个国家势在必行的绿能大计，就这么硬生生的撞上一个国际级的生态热点时，这场对决难道真的就只有一种结局，就是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吗？这个问题非常尖锐，而布袋盐田接下来的发展，恰好就给了我们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答案。我们先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个几年，当时的状况真的可以用濒临悬崖这4个字来形容。所有冲突的根源其实就是因为有两个同样重要，但看起来完全无法共存的国家级优先事项，就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极为剧烈的碰撞。事情是这样子的，你看，一方面是国家的能源转型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政府盘点了全台湾的土地，结果发现嘉义布袋这一大片地区，因为常年曹抽地下水，地层下陷得非常严重，早就不能耕作了。那不能耕作，哪来发展太阳能光电？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合理的选择，对吧？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能源政策。但另一方面呢，布袋这些废弃的盐田，很神奇的，在没有人类干扰之后，意外变成了一个生态天堂。它甚至被国际鸟盟划定为重要野鸟栖地，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IBA。每年真的就是成千上万的候鸟会飞来这里过冬，它是它们漫长迁徙路线上一个绝对不能少的休息站，而保护它们是一个国际级的生态责任。你看，两个目标都超级重要，但土地就这么一块，这下好了，冲突一触即发。为了让大家更具体地感受到这里的生态价值到底有多惊人，我们来看一个数字。根据一群公民科学家们长年累月非常辛苦的调查，在2014年的最高峰时期，布袋盐田曾经记录到超过4万只的渡冬水鸟。你没听错，是4万。这个数字等于是直接确立了它作为一个国际级生态热点那种无可取代的崇高地位。然而，这样的荣景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随着整个大环境的变化，还有人为的干扰越来越多，最近几年的鸟类数量已经下降到大概2万多只。你看看，直接被腰斩。虽然说2万依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了，但这个下降的趋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警讯，这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如果我们再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个极度重要的生态驿站可能很快就会从地球的地图上消失。这也让当时光电开发和生态保育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急迫，更加尖锐。就在光电开发和生态保育这两派人马吵得不可开交，看起来水火不容的时候，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出现了。有一群人开始认真思考，有没有第3条路可以走啊？有没有可能我们就在这个危机之中去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创新的解决方案？于是整个故事的基调就从对抗慢慢的转向了合作。当然啦，这条合作的道路并不是一夕之间就铺好的。我们从时间轴上来看就很清楚，一切是从2016年的剧烈冲突开始。当大规模的光电计划一浮现，马上就引爆了环保团体强烈的反弹。真正的转捩点发生在2018年，当时办了一场非常关键的论坛，终于让原本对立的双方愿意坐下来好好谈。而这场对话直接促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在2019年，由高雄鸟会这个民间的 NGO 出面认养了第1期的91公顷盐田。你可以想象，这个模式一开始根本没人看好，但它的成功直接证明了这条路真的走得通，也因此到了2022年，认养的范围一口气就扩大到了343公顷。好，那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认养模式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它是一种公司协力，也就是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的创新治理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由政府单位，在这里是国有财产署，把国有土地无偿地委托给一个非营利组织，也就是高雄鸟会，由他们来全权负责这块土地的生态保育管理工作，等于是政府出地，民间出专业和人力。说真的，在当时的台湾，这是一个没人做过、非常大胆的尝试。所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那光电到底盖了没有？答案是盖了，但重点是不是整片都盖？他们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妥协，在一块80公頃的示范区里面，70%的面积拿来盖光电板，去发挥它的绿能价值，但同时也硬性的保留了30%的精华地带，把它划设为生态保留区。而且这个保留区的管理同样是交给高雄鸟会来负责。这就漂亮地证明了能源开发跟生态保育在空间上绝对是可以整合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零和游戏。好了，土地是接下来了，但真正困难的挑战现在才要开始。高雄鸟会拟定了一套双轨并行的核心策略，我喜欢把它称为引擎式。这套策略有2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软体，它的任务是负责连结人；另一个则是硬体，任务是负责改造土地。我们先来看软体这一块，也就是关于人的部分。这套策略的核心其实是想办法把保育变成一件大家的事。他们怎么做到的呢？首先，他们办了大量的环境教育活动，让一般的民众，特别是小朋友，知道这里有多么珍贵。再来，光靠他们办公室那3位员工根本管不动300多公顷的地，所以他们大量培训志工，把公民的力量变成他们最强大的后盾。第三，他们不让保育跟地方经济脱节，反而主动跟在地的养儿人家、晒颜职人合作，推出生态小旅行，证明保育也能赚钱。最后最现实的问题，钱从哪里来？他们非常积极的去跟企业谈 ESG 合作，把企业的社会责任资源很精准的导入到这片土地上。接下来这部分就更厉害了，我们来看看硬体策略，也就是他们如何动手去改造土地。这完全就是一套科学办案的流程。第一步当然是先做最基础的环境调查，就像侦探一样，把现场所有的线索和问题全部盘点清楚。第二是长期的鸟类普查，因为数据是所有决策的基础，没有数据，一切都是空谈。第三，他们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水文分析，因为盐田的灵魂就是水，你必须彻底搞懂水的来龙去脉。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栖地营造。他们不是被动的去保护而已，而是像建筑师一样，主动去工程设计一个更适合野生动物的家。这就带我们进入了整个计划最核心也最 fascinating 的部分——生态系统的工程设计。这真的可以说是一场关于适应性栖地管理的大师级课程。他们面对的问题一个比一个还要棘手。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魔王就是水。你想想看，他们接手的盐田根本就是一片废墟，干到都龟裂了。最致命的是什么？是这里没有电。没有电你就没办法用马达抽水。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旁边明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但你就是连一滴水都引不进来。请问这该怎么办？而他们的解决方案，我只能说真的是低科技的极致智慧。他们回归到最基本的物理学，利用我们国中都学过的虹吸原理 Siphon， 搭配那种随处可见的 PVC 塑胶管，就这么巧妙地利用高低水位差，把海水源源不绝地引进了干涸的盐田。他们用这种最省力、最不耗能的方式，重新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命之水。好的，水的问题解决了，鸟也真的回来了。正当大家很高兴的时候，却很快发现了下一个，而且是更复杂的问题。这些鸟群只是把这里当成休息站，而不是当成餐厅。它们并没有留下来觅食。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片湿地只是一个有水的空壳子，像一间空的餐馆，里面完全没有食物。接下来的挑战是
要如何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完整的食物网。他们再一次采取了非常科学的方法，整个团队开始采集水质和土壤的样本来进行分析，目的就是要去了解这里到底缺少了哪些底栖生物。他们发现光有水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鱼、虾、贝类的幼苗才行。于是他们重新规划了整个水稻系统，更精准地去控制那些虹吸管，目标只有一个，要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引入那些富含鱼虾贝类幼苗的海水，目的就是要把最新鲜的食材源源不绝地运进这个生态系的厨房。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完美地总结了他们的核心理念。我们必须像一个生态系统一样来思考，我们的目标从来不只是加水而已，而是要为成千上万的鸟类去创造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生态储藏室。这段话真的非常精彩，他们把自己当成了整个生态系的工程师。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布袋盐田的成果非常丰硕。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套可以被复制的成功蓝图。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计划到底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经验。我们直接用数据来说话，这是最准的。在经过栖息的改造之后，长期的监测数据显示，不管是鸟类的物种多样性，还是整体的族群数量，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成长。成长的幅度，从数据的趋势上来看是一目了然的。特别是那些最挑嘴、需要特定深度的浅水滩地来觅食的玉衡科鸟类，它们的数量也回来了。这就证明它们的生态系统工程策略不只是听起来很厉害，而是真的有效。简单整理一下，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所谓布袋模式的4大成功心法。第一是科学驱动，他们所有的决策背后都有长期的数据在支持，不是凭感觉。第二是公私协力，这件事不是单靠政府或单靠 NGO， 而是政府、NGO 与企业3方合作的铁三角。第三是敏捷管理，他们不怕犯错，反而用一种快速尝试、快速修正的一代方式来不断优化环境。最后也是最难的，是社群参与，他们成功的把路人变成了保育行动的伙伴。这样卓越的成绩也让他们陆续获得了外界的肯定。比方说在2022年，他们就获得了联点绿奖的生态保育奖项，接着在2023年又拿下了台湾永续行动奖的生态特别奖。这些奖项不仅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打破了同温层，让保育这件事情能够走进更多非保育领域的人们的视野之中。这个成功的案例，现在在国际上也获得了高度的关注，已经被视为是 OCEM 这个概念的全球典范。OCEM 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但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把一块地划设成国家公园或保护区才能做保育，只要透过对的管理模式，就算它是一块废弃的盐田，一块都市里的小绿地，它同样能够发挥惊人的保育效益。而布袋盐田就是对这个概念最完美的证明。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一起来思考：布袋盐田的经验，这个从冲突走向共存，结合了科学、社群和创新的模式，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套标准作业程序，也就是 SOP， 来为台湾打造下一个生态奇迹呢？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布袋盐田的案例告诉我们，面对发展与保育的冲突，答案往往不是选边站，而是需要更创新的治理模式。透过公私协力，让政府、民间与企业发挥各自的强项，并以科学数据为基础进行敏捷的栖地工程，我们就有机会能将看似无解的零和游戏转变为人与自然双赢的共荣局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